一个堪称是自杀式救援的消息在市场炸开了锅。据彭博社爆料，中国正在酝酿一项高达500亿元的方案来填补万科资金缺口，其中包括划拨200亿元地方债额度收购其资产。然而，这个看似雷霆万钧的救市方案，却让深圳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绝境，一边是房地产巨头的生死存亡，一边是地方财政的崩溃风险。就在消息传出的当天，一位参与救援方案讨论的知情人士透露了更令人胆寒的内幕，就连最基本的资产定价都无法达成共识，地方政府担心背上黑锅，沦为接盘侠。用一位资深分析师的话说，这不是在救企业，而是在玩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，就看最后谁手里接到这颗定时炸弹。花旗银行最新报告掷地有声，这200亿连万科1个月的债务利息都填不满，万科目前负债总额高达9820亿元，今年需要偿还的债务就超过500亿。而万科去年亏损450亿，今年一季度的销售额同比暴跌 34.59%。这不是在救企业，这是在给纳税人挖坑。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，深圳地铁集团去年全年的净利润才区7个亿。现在好了，让一个年赚7亿的公司去救一个负债近万亿的房企，这不是天方夜谭是什么？一位不愿具名的国资委人士私下透露，连我们自己都快喘不过气了，还谈什么救市？来看看这个救市方案有多荒唐。根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，监管机构计划拨出200亿元地方债额度，用于收购万科的库存房产和闲置土地。好一个以地换债，问题是现在连3折的房子都卖不动，政府接盘这些资产，不是肉包子打狗吗？瑞银最新研报更是给这场闹剧当头浇了盆冷水。他们指出，这个所谓的救市方案早在几个月前就在讨论，但因为定价分歧和地方政府担心国有资产流失，一直没有进展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地方政府也不敢背这个锅。更讽刺的是，就在几天前，万科还要把自己的金疙瘩万物云拿去质押，就为了从深圳地铁那里借到区28亿元。一个号称有国家队撑腰的企业，居然还要典当家产求生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连深圳国资自己都对这次救援没底。就在万科危机愈演愈烈之际，市场上突然传出一个更惊人的消息，深圳市属国企资产号称超过5万亿，有足够子弹支持万科。这话说得好听，可问题是，这些所谓的子弹恐怕都是纸做的。让我们揭开这些国企的财务面纱。据 Wind 数据统计，深圳市属重点国企的平均负债率高达 65% 以上，部分企业甚至突破 80%。拿着 70% 负债率的钱去救一个负债率 90% 的企业，这不是把好好的国企也拖下水吗？一位资深金融分析师直言，这简直就是在玩火。更令人瞠目结局的是万科过去1年的经营状况。根据万科公布的业绩预告显示，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亏损450亿元，而上年同期还盈利121.63亿元。销售数据更是触目惊心，2024年全年合同销售面积近1810.7万平方米，合同销售金额2460.2亿元，较2023年的2466.0万平方米和3761.2亿元，分别大跌 26.57% 和 34.59%。而根据 Wind 数据，万科目前负债总额已高达9820亿元，仅1年内到期的境内债务就达326.45亿元。这哪是在救企业，简直是在填无底洞。但更让市场担忧的是接下来的连锁反应。据海通证券最新研报分析，如果万科出现债务违约，将直接影响到超过50家金融机构，
涉及金额保守估计就超过3000亿。而这还不包括上下游供应商、合作伙伴等关联企业。一旦多米诺骨牌倒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有趣的是，就在前几天，万科刚刚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高层换血，10名来自深圳国资系统的高管空降万科，接管了包括财务、战略投资等核心部门。但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说，换再多的人都没用，关键是钱从哪里来？国进民退就得了万科？别天真了。业内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这场看似声势浩大的救市行动，根本就是在给一个快要沉没的巨轮换船长。万科这艘大船要沉没的根本原因，不在于谁来掌舵，而在于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步入冰河期。让我们来看看触目惊心的数据。据中指研究院最新统计，2025年1月，中国百强房企销售总额仅2350.3亿元，同比暴跌16.5%。而在一线城市，新房价格指数已经连续18个月下跌，部分3、4线城市的房价跌幅甚至超过40%。高盛最新预测更是给市场当头浇了盆冷水，未来3年，中国房价可能还要再跌20%至30%。更令人绝望的是人口数据。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，中国人口已连续2年负增长，2024年更是减少208万人。麦肯锡预测，到2030年，中国每年新增住房需求将从目前的900万套暴跌至300万套。一位地产专家一针见血地说，就算房子免费送，也找不到人要了。而万科的债务危机只是个开始。据 Wind 数据统计，2025年中国房企将有超过2.8万亿的债务到期，这个数字在2026年还会攀升至3.5万亿。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警告说，未来3年可能还会有1/3的中国房企面临破产风险。最讽刺的是，政府现在想用地方债去救万科，却不知道地方政府自己的债务已经到了崩溃边缘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最新报告显示，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可能已超过100万亿元。用一个快要破产的政府去救一个快要破产的企业，这不是把整个金融体系推向深渊吗？中国房地产的寒冬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漫长。一位国际投行首席经济学家总结道，他预测中国房地产市场要到2030年才可能见底，在此之前，像万科这样的大而不能倒，恐怕都将面临生死考验。但更可怕的是，到那时候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可能已经面目全非，而今天这些救市方案，不过是在延缓那个必然到来的末日罢了。救市方案的效果如何且不说，光是眼前的现金流问题就足以压垮这些巨头。万科第一季度就面临98.9亿的境内债务到期，5月还要偿还4.55亿美元的外债。以目前断崖式下跌的销售数据来看，不出意外的话，2025年将会有超过100家规模以上房企宣布破产。这个数字足以让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地震。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说，与其指望政府救市，不如想想怎么活下去吧。但问题是，在这个全民居家办公、人口负增长、房价暴跌的时代，就连活下去这样简单的愿望，对于中国的房地产企业来说，也变得如此奢侈。更致命的打击还在后面。据彭博社最新调查，包括高盛、摩根士丹利在内的12家国际投行一致看空中国2025年房地产市场。他们预测，今年中国房企的销售额可能还要再跌25%至35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像万科这样的巨无霸，可能连苟延残喘的机会都没有了。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崩塌。一位资深房地产研究员直言不讳。
他拿出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据，自2021年以来，已经有超过50家规模以上房企宣布违约或破产重组，涉及债务金额超过5万亿元，其中包括恒大、碧桂园、融创等曾经的行业巨头。而万科很可能是下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。更可怕的是银行系统的反应。据接近监管层的知情人士透露，目前多家大型国有银行已经开始全面收紧对房地产行业的信贷。现在银行见到房地产企业就像见到瘟神一样。一位银行信贷部门负责人无奈地说，根据央行的数据，2024年房地产相关贷款的不良率已经突破 8%， 这个数字在2025年可能会飙升至 12% 以上。最令人胆寒的是境外投资者的态度。据路透社报道，目前已有超过 80% 的国际债权人拒绝与中国房企进行债务展期谈判。而在二级市场上，万科等中国房企的美元债收益率已经飙升至 20% 以上，这基本上等同于判了死刑。整个行业正在走向崩溃。一位地产商协会的负责人指出，目前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已经陷入恶性循环，房企停工，供应商停工，工人失业，消费萎缩，最后反过来进一步打击房地产市场。这不仅仅是房地产的问题，而是整个产业链都在加速萎缩。从建材、装修到家具、中介，没有一个行业能独善其身。而对于曾经不可一世的万科来说，这场危机来得格外讽刺。就在2年前，他们还在标榜自己是中国最稳健的房企，号称永远不会爆雷。但现在好了，就连一向谨慎的瑞银分析师都说，万科的情况比外界想象的要糟糕得多。